嗨，大家好，今天3月16日收盘了。今天呢，整个盘面呢是在上涨的啊，这个和我昨天看周五的结构是一样的结果啊，就是在预期之内的一个反弹。油价呢，反正走出了一个高开低走的状态啊。今天呢，继续这个主要的新闻呢，当然是几大块啊，我一块一块说啊，说完了再去说盘面上的事情啊。今天最重要的呢，肯定就是英伟达的 GTC 大会啊，在 San Jose 举行。但是今天呢，英伟达其实走的并不好啊，这个开会之后呢，走出了一个倒跳水的一个走势啊。大家看看分钟线就知道。开完了之后呢，反正先涨，然后咣就跌下来了，就是反正整体的情况呢还是趋于一个利空啊。利多呢肯定是有的啊，产品线路清晰，战略级引援及并购啊，就是此前收购了 LPU 啊，LPU 呢就是从这个Google 出来的一个人做的啊，然后异构生态扩张，宣布与英伟达和与英特尔达成深度合作啊，双方将共同开发定制化 X86处理器。另外呢，就是监管压力缓解啊，在会议前夕，美国国防部撤回了一项计划中的全球 AI 芯片出口限制规则啊，虽然对华依旧限售，但是降低了非中国区国际客户的采购准入门槛啊，利好全球 AI 基建出货。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来说去，就是我给大家讲的，从上个星期到昨天，我一直都在讲的一个事情。首先，第一，苹果的 M 芯片的加速程序已经出来了，而且效果是不错的啊。我自己还没有去实测啊，我的这个 Mac 还没有到啊，明天到了我就会去测，这是其一。其二，我也一再给大家提醒，CPU 上的大模型算法现在已经开始出来了，而且这个全球有很多 CPU 的超算中心在那放着，这些超算中心未来都会成为算力中心，好吧？这是两个对于这种 AI 基建出货的一个巨大的影响。你说 GPU 会不会彻底完蛋啊？我觉得不会，但是至少现有的算力可以用起来的话，可以替代掉很大的一部分数据中心啊，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那么重点说一说今天的利空的东西啊，因为今天开完会本来可能大多数人预期是上涨的，但是它被吓砸了。我就在它上到差不多185的时候啊，不是185，188的时候左右呢，我又去加了空单啊，我反正是肯定是继续做空英伟达，因为我从基本面上我就不看好这家公司的前景啊，不管它发了什么新的这种架构也好啊，干嘛也好啊，这个东西始终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现有的算力一旦用起来，CPU 的技术一旦成熟，Mac 的加速程序一旦被证实是有效的，那整个 GPU 的生态会遭受一个重创啊！我不说完全替代，至少是重创啊。说一说今天主要利空的，首先第一是循环融资遭质疑，华尔街的分析师呢近期呢，就是一直说英伟达通过向客户注资来虚增需求，这种左脚踩右脚，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大半年了啊，就是它现在有差不多260亿美金的云服务协议和230亿美金的投资承诺，这些如果重新分类为回扣，可能导致毛利率下降400个基点，也就是毛利率要下降4%。毛利率下降4%带来的影响就是它的整个估值的体系，包括自由现金流，包括这个运营现金流，这些都会出问题，整个估值是会被严重下挫的啊。这个是今天的一个大利空。第二呢，部分产品推迟啊，提到了原定的一款基于 Robin 架构的 NVL 服务器目前处于挂起状态啊，就是引发了对新工艺良率和供应链协调能力的担忧。剩下呢，就是其实我一直在说，英伟达的很多东西已经 price in 了，它为什么在这里横盘横了那么长时间？其实就是很多东西已经 price in 了，price in 了之后，每次发财报都是跌，近3次发财报每次发了不是跌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过去几年，从23年到25年啊，甚至到26年吧，就23、24、25吧，这3个年份里边，其实已经是 price in 了很多前景在里边了。所以现在如果看不到一个巨幅的这种增长，它很难去获得一个上涨的空间了啊。这个是我对英伟达整体做空的一个逻辑，好吧？你愿意喷我，那你继续喷啊，这个是
你的看法啊。反正我无论从我现在关注的前沿的一些技术，包括整体的对于英伟达的整个生态，包括呃 AI 这个赛道的整个生态来看，我觉得现在去做空英伟达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它什么时候下来的问题，好吧？这个反正我表达我的观点啊，出来做自媒体肯定是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如果我不表达观点，我出来做个屁的自媒体，那全球都是一个共识，那还玩个蛋啊，对吧？好吧，这个是关于 GTC 和英伟达的事情。反正英伟达呢，我是说了很长时间了。您愿意听呢，您听啊；您不愿意听，您有您自己的看法也正常，对吧？好吧，我们就不说了。然后说一说今天比较重要的一条信息。今天比较重要的一条信息呢，就是 SEC 提交了这份新闻稿呢是 Wall Street Journal 这个发的今天下午的时候发的，我给大家看一下，3:54美东时间3:54发的一个新闻稿啊，就是 SEC prepares proposal to eliminate quarterly reporting requirement， 就是现在大概率可能是要通过这个取消强制季报啊，取消强制季报，但是不是说一定会取消季报，就是取消强制季报，但是让企业去自主选择是季报还是年报这个事情呢，其实呃在整个资本市场上已经有过先例啊，有过先例。2007年的时候，欧盟曾经强制要求改为这个季报，后来由于发现，不是这个之前英国和部分欧洲市场实行过这个半年报的制度，但在2007年呢，欧盟曾强制要求改为季报，后来由于发现这些增加了小企业的负担，2013年又取消了强制季报的要求，改为允许自愿选择，就是可能这个取消季报呢，只是说取消强制季报，强制你只是每年披露2次，但是如果你选择披露季报，那是你的事情。如果这个东西一旦落地，那么对整个的投资生态，包括这些量化基金啊，对吧？就是我说的量化是做基本面的量化啊，这种数据点的缺失啊，可能会让整个市场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动啊。这个只是提前说。那么这个东西通过的概率非常非常高，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 SEC 现在是一党制啊，全是共和党的议员。虽然 SEC 是要这个需要2党来投票的，但是现在呢，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现在是一党制啊。那么整个时间线呢，我也给大家梳理一下啊。这个呢，发布提案呢，可能在下个月明确哪些公司适用，是否为完全自愿选择，然后公众评议期30到90天。如果被否，可能就是否在30天到90天这个里边啊，特别是对于机构投资者啊，包括交易所啊这些东西，以及学术界可能会提供大量的这种反馈的信息啊，不一定是反对，也许有支持的。然后剩下就是要规则修订啊，SEC 员工要根据反馈做微调。然后呢，这个又包括这种预计在2026年下半年或者2027年正式通过啊。但是通过之后，这个落地的阻力也好，干嘛也好，这个我们以后再来说啊。我现在只是说有可能会出现这么样的情况。好吧，至于以后的影响，等落地了再来说。我只是今天先给大家提供这个信息而已啊，只是提供这个信息给大家而已，好吧？这个 SEC 的事情就先说到这里。然后特朗普呢，反正今天继续喷粪啊，这个他喷粪呢已经是，算了，我已经不想骂了，骂不动了。反正呢，他又要把伊朗炸个稀巴烂啊，就是 knock the hell out of it。然后呢，昨天呢又是 just for fun 啊，我不知道这种人。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天天嘴里喷的都是些什么语言啊？这是一个总统他妈该说出来的话吗？我已经是喷不动了，好吧？然后呢，又是炮轰这个最高法院缺乏忠诚，又是炮轰新闻媒体，威胁要吊销执照，都不知道他整天在他妈搞什么飞机啊！我已经是不想骂了，好吧，不骂了，先这样吧。我们去看盘面，不然以为我每天就是开始骂特朗普解气了，是吗？好吧，没什么没什么。我们先去看油价，油价呢今天呢反正是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态势啊，反正开盘呢已经是过了102过了100，然后接近101，然后最后收盘呢收在94.29块，还没收呢还没收盘呢，现在一会儿还有几分钟收盘了，已经收了没收还没收盘。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么样一个样子啊，反正原油呢，
如果说不论是从这个单纯从基本面上看啊，这个释放4亿桶的储备啊，或者干嘛呀，包括这个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今天反正今天没过船啊，但是前面昨天前天呢，反正也有过船的这种传闻，对吧？或者说实际的过了船，所以无论从基本面上看，还是从 K 线上看啊，大家看这个走出来一个巨大的阴包阳，那么都可能是要往回落一落，然后再继续往上走不走，我不知道啊。这个事情反正现在原油也好，市场也好，金价也好啊，基本上就是他妈的耍猴，我操！啊，是不是？就是特朗普在那耍猴啊！金价今天又走了一颗十字星，那估计又要往上走了。反正特朗普就是天天在这儿以罗生开始啊，以推特开始，以推特结束啊，反正就是耍猴，他妈的，我也不知道现在这市场到底怎么玩了，好吧？啊，反正这个是市场现在的状态，只能去接受。我骂归骂，我也只能去接受，对吧？我不可能去当英雄啊，我也没这个能耐，好吧？我们就去看市场。市场呢，今天反正纳斯达克呢，由于有英伟达的这个事情呢，反正也是巨幅反弹反弹了1.2几啊，然后整个指数都在涨。那么所有的这个纳指的等权呢也涨得不错啊，其他的等权呢就一般般。但是呢，从周五的那份报告上看，我就看出来今天大概率是要反弹的，因为周五只有指数在下挫，然后整个等权没有怎么跌。然后呢，周五的这个板块上面，必须消费和公用事业是在涨的，就是整个市场开始有点回暖的这种迹象。但是呢，我也就是说，不管它回不回暖啊，美国的基本面现在还是有很大的问题。我只是觉得，如果真的要下挫的话，可能还要再上来一次啊，就是走出来一个比较成型的顶啊。现在是没有走出一个成型的顶的。你要非要说这是头肩顶我觉得都不是啊。这种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有消息面影响的，有消息面影响之下，这种图形就很难看出来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鬼啊。反正再等等看吧大家也不要着急。反正虽然现在基本面也有问题这个战争也好，美国自身的基本面也确实是有问题。那么到底市场会怎么样做抉择？市场到底会怎么样走？我们等等再看。今天呢，这个可选消费和科技呢还是在上涨，这个是典型的风险解除的一个信号啊。如果风险还是依旧这个风险恐慌还是依旧大的话，那么必须消费品和公用事业应该是涨得最多的，就类似于周五那个情况好吧。然后我们去看一看 VIX 呢，今天是继续大幅下挫反正又跌回了23.5那是不是还要继续往下走这个我们也不得而知。反正这种情况就是包括加伊朗这些东西，都是一次性的恐慌，恐慌完了，如果这个战争要持续，那么市场还是要恢复市场的一个常态市场不可能是由于这个在战争，然后就拼命的往下跌。如果真的要跌呢，除非是基本面真的出大问题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战争只是会有一小波的下挫，而不会出现一个疯狂的下跌，除非真的这个战争打到了美国本土。或者和美国相关的地方现在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去紧张这个事情。这个是我对现在市场上一个恐慌的理解最大涨幅呢，反正就这些东西我们也不去看了，都是一些不认识的公司，最大跌幅也是最多成交又是些小票今天的英伟达的成交是很多的，这个是必然的事情第二名TZ 小盘英特尔 C NVD NVD 是我现在小账户的大仓位我在做空英伟达今天这个英特尔也是又被英伟达带下来，所以别说 OpenAI 是毒瘤，我觉得他妈现在英伟达也是他妈美股的毒瘤，好吧这个毒瘤不是说 OpenAI 那个毒瘤这个毒瘤是纯开玩笑的一个说法不是真的骂 OpenAI 是真的他妈的不是美股毒瘤，是他妈全世界的毒瘤，好吧然后说七巨头呢，反正今天全部都在上涨这个都正常市场反弹嘛苹果呢，反正我就说它碰到这条线，它肯定要回了就是这边就是一个情况Microsoft 呢，今天软件也是回弹软件也是 IGV 今天也是在上涨的这个IGV 我这回涨得不多Microsoft OK然后 Google 呢也是继续在这个主力位上在这蹭也不知道怎么走我本来建了仓，我今天又把它弄掉了我就没有了，不想拿着它，现在感觉市场还是有点风险Meta 呢也是反弹了一下，然后
英伟达看过了，就不看了啊。然后特斯拉，特斯拉呢，反正就是又跌到支撑了啊，反正走不走不知道，还得再等确认啊。如果是要做这种类型的指标，那就是要等确认啊。然后亚马逊呢，反正也是今天继续上涨啊。今天还要讲一下这个以太啊，以太今天不知道干嘛了，这个发疯了，我靠，一口气涨了8%，这个是要干嘛啊？BTC 基本上涨得不多啊，BTC 也到阻力位了，然后以太今天也是疯涨啊，这个涨得我也很难受啊。好吧不管它啊，就先这样啊，今天的这部分的东西就先讲到这里啊，拜拜。